咁諗翻起呢2020年呢 Mi 豆呢就出咗一個款呢，我爭啲都買咗啦，亦都爭啲成為我第一隻嘅 Mi 豆，復刻翻一隻1961年推出 Decompression 嘅款式啦，限量1961隻嘅，其實就唔算少嘅。一開始呢，佢就出咗黑色先啦，咁我當時鋪頭呢就要求我話俾晒數啦，咁就可以買到隻錶啦。咁我記得係9000幾蚊嘅，咁但係我又覺得未睇過實物，好難一下子咁樣去俾晒噶嘛。咁之後當然就冇買到啦，咁再過多陣呢，就出咗一個藍色嘅版本，咁又掙扎咗一陣，又係差啲買咗噶啦，不過就覺得白色嗰個 dial 呢就好似怪怪地，亦都因為咁呢錯過咗啦。而呢兩隻錶呢，成為咗近年 Mi 豆可以炒嘅一個款式添。咁今日就2023年嘅4月啦，我再次去翻 Chrono24嗰度睇睇，咁個炒價呢依然存在嘅，咁相信阿 Mi 豆自己呢都未必預計到呢一個結果。咁至於大家一定會問，咁點解呢一隻 Mi 豆可以炒得起呢？咁我自己覺得呢，好明顯就唔係 Decompression 呢個功能啦，而係好單單純純呢一隻復刻錶，錶盤設計非常之獨特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當錶迷咧都好失望買唔到嘅時候之際呢 Mi 豆喺2023年呢竟然再 encore 多一次，推出咗第二代，仲加入埋 GMT 同埋一個 World Timer 嘅功能添，令到本身呢好緊湊嘅錶盤呢變得更加之緊湊。咁第二代一出嘅時候呢，我都覺得第二代好似靚咗唔多嘅，好睇咗咁多嘅。一開始都不以為然嘅，因為本身 Decompression 嗰個錶盤呢已經係好 busy 噶啦。咁直到有一日咧，都將佢同第一代比較翻一下啦。咁以下呢啲咧，純粹我個人嘅意見啫。咁點解咧？依家睇翻第一代咧，好似爭緊啲乜嘢咁？特別是可能個標盤咧，突然間覺得好空虛。咁相比咧，World Timer 呢個標圈咧，一代嗰個標圈咧，亦都覺得有啲空虛嘅。咁即時又覺得咧，第二代靚咗好多啦。咁好，亦都安慰啦，自己好彩冇買到第一代添。咁以上呢啲呢，純粹我個人嘅意見啫，你哋又覺得點樣呢？好，咁講翻第二代啦 ，Ocean Star Decompression World Timer 呢，當然就係亦都一個 Decompression 嘅手錶啦。咁等陣就會介紹一下點樣去讀呢一個錶盤嘅。咁個錶圈加入咗一個 World Timer 嘅時區啦，再多咗一支 GMT 嘅指針。咁個 bezel 咧依然係一個鋁圈啦 ，aluminium 嘅，印上咗世界各地嘅城市啦。我自己對錶盤設計咧有一個喜好嘅，一係咧就好簡潔，一係咧就複雜到盡頭。咁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個後者啦，busy 到冇得再 busy 噶啦。咁但係反而令到呢隻錶咧望上去咧更加感覺上 professional 一啲添，就好似咧有啲飛行員嘅手錶咧，其實佢哋嘅錶盤咧都非常之複雜嘅。咁上一代嘅黑色同藍色咧分別就大一啲嘅，咁去到第二代咧個分別就真係比較少啦，就幾難揀嘅，因為好接近兩隻，我自己都覺得好中意嘅，藍色同黑色其實都好靚。咁40.5mm 嘅一個錶徑啦，同第一代其實一樣嘅。咁印象1961年原版本咧就應該細隻啲嘅。咁呢一隻亦都有翻一個不鏽鋼全拋光嘅一個處理啦，更加有一個復古風格嘅一個味道，一樣有一個復古味好重突出嚟嘅藍寶石水晶貼，錶底呢一樣有翻一個經典 Ocean Star 海星嘅一個造型。咁個機芯就係 Mi 豆 Calibre 80啦，咁加入咗一個 GMT 嘅功能。咁防水呢仲係維持喺200米。咁點解講仲係呢？係因為1961年推出嗰一隻呢，其實係有300米防水嘅。咁但係上一代推出嘅時候呢，都只係得翻200米。因為當時好多人都會問啦，點解冇做到300米呢？感覺上就好似有啲美中不足。去到第二代呢，都係保留翻200米呢個防水嘅。至於點樣讀呢？呢個 Decompression 呢一個錶呢，其實就非常之簡單嘅啫。因為手錶呢本身都唔係一啲咩高科技嘅產品，咁基本上離不開都係幾支針走嚟走去嘅啫。所以咧呢一個錶格呢，其實都係一個 scale 嘅一個兌換。咁所謂 Decompression 嘅意思呢，其實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當你喺深水潛水咗一段長嘅時間啦，咁你需要用一個氧氣筒噶嘛。氧氣筒入邊呢就有氧氣啦，同埋 nitrogen。咁 nitrogen 個中文我唔係好知點讀嘅啫。咁氧氣當然吸入咗嘅氧氣啦，就會經過血液而消耗咗啦。咁但係身體入邊呢，就唔會消耗 nitrogen 嘅。咁自然而然咧吸得多呢，就慢慢身體儲存咗一定數量嘅 nitrogen 啦。咁喺呢個時候
後呢，如果你突然間浮翻去水面嘅時候呢，咁呢啲 nitrogen 呢就會喺你個身體入邊呢形成一啲氣泡。咁啊，試想像呢，你全身嘅血液呢都有 nitrogen 噶嘛，咁突然間變成咗個氣泡呢，個後果係其實好嚴重嘅，可能會令到你全身發痛啦，嚴重嘅話呢可以致命添嘅。咁所以呢，就需要 decompression 呢個減壓呢一個動作噶啦。咁等 nitrogen 呢喺水壓少啲嘅時候呢，慢慢可以釋放出身體入邊嘅，咁所以咧就可以慢慢上水啦，慢慢適應翻個水壓啦。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叫做安全嘅深度啦，大約就係水深3米，作一個安全嘅停留。而停留幾耐咧，呢隻錶咧就可以幫你了解到啦。估唔到咧玩錶咧都要識埋科學添，真係揾食艱難啊！自己咧就唔係咩潛水嘅專家，如果有講錯咧，希望補充翻。咁呢度咧分咗4個顏色啦，你會見到咁啊，代表唔同嘅潛水深度，80啦、95、110同埋130尺嘅。隔離就係相對應嗰個米啦。咁每個圈上邊呢，其實你會見到就係對應翻安全深度呢需要停留嘅嗰個分鐘啦。咁當然你會見到啦，潛水越深，就算你潛好短嘅時間呢，都需要一個好長嘅減壓時間嘅。咁好容易理解嘅呢一樣嘢。仍然係聽唔明嘅話呢，直接示範一下啦喺呢度。咁潛水之前呢，首先就將呢個分針呢調到去12點正呢個位啦。咁然後呢，就根據你要潛幾深呢，就決定你讀邊一個圈噶啦，邊一個 scale 嘅。咁例如你要潛130尺啦，咁你要讀嘅呢，就係讀最外圈藍色嗰個啦。咁啊潛水開始嘅時候呢，例如你潛咗35分鐘啦，咁所對應嘅刻度呢，其實就45啦。咁啊代表住呢，你要喺安全嗰個深度呢停留起碼45分鐘呢，你先至叫做可以減壓到嘅，先至可以浮翻上水面。其實就係咁簡單咁易讀噶啦。咁當然啦，今時今日呢已經有其他先進嘅儀器輔助啦。咁但係呢個始終係一個60年前嘅工具呢，有一定嘅幫助嘅，都仲係。而至於嗰個 GMT 同 Well Timer 點樣讀呢？我呢度就唔另外再介紹啦，因為 decompression 嗰度呢，好似值得比較用啲時間去介紹多過個 GMT 同 Well Timer 啦。本身嗰個錶帶呢，其實都做晒快拆啦，符合翻今時今日嘅潮流。咁啊好抵讚啦，有快拆，當然亦都會跟多一條錶帶，好 old school 嘅一個米蘭鏈帶啦，裝咗上嚟嗰個感覺呢都好復古嘅一個味道。咁呢種鏈帶嘅好處呢，就係咩 size 嘅手腕呢，基本上你都可以用到噶啦。咁所以呢，一隻錶入邊呢，有2條帶玩啦，咁啊搣到好多時呢，基本上都會咁樣做噶啦。40.5mm 咧戴上手嘅感覺呢，我覺得好適合翻現今嗰個潮流嘅。好似近呢幾年呢 40mm 嘅錶呢特別受歡迎，咁所以我覺得搣到呢一隻呢應該都幾好賣。咁膠帶呢，米蘭帶呢就各有各嘅味道啦。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好似呢一隻呢襯膠帶多一啲嘅。咁聽到呢一度呢，相信可能好多錶迷呢都錯過咗第一隻嘅錶啦。第一代啦，咁依家機會嚟啦。雖然呢一隻呢就唔係話叫做限量嘅，咁但係話多話少呢，佢應該都係限產噶啦。咁所以呢，想買嘅呢都唔好諗太耐啦。呢隻錶嘅定價呢就港幣9900蚊嘅。咁印象上一代呢都要9字頭噶啦。咁所以我當時呢就冇特別全數咁俾晒啦，因為我記得係9字頭嘅上一代都。咁加上呢第二代其實就靚咁多，我自己覺得啦。咁個吸引力呢就大增嘅。咁我記得呢一代呢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，否則呢就唔知要等幾多年啦。我自己都掙扎緊買唔買，因為真係近年嚟呢搣到最特別嘅一隻。有冇錶友都錯過咗第一代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一下。咁今集嘅內容就去到呢度先，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亦都希望你中意我哋嘅 channel。下一集見，拜拜。